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收診所的阿收，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今天呢，我們來深入拆解一段好萊塢巨星湯姆漢克斯在哈佛大學的畢業致辭。他用了一個我們所有人都懂的比喻，卻點醒了我們這個時代最容易忽略但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你是不是也曾經有過這種感覺？看着世界上層出不窮的各種麻煩、衝突，還有那些不公不義的事情，心裡就會默默的希望，如果能有一位超級英雄，就像超人那樣，咻一下的出現，把所有問題都給解決掉，那該有多好！這種渴望一個簡單、強大解答的心情，其實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曾有過的無力感。好，那這就帶我們進到第一個重點了。湯姆漢克斯的演講就是從這個我們共通的文化記憶開始談起。這位超級英雄嘛，他不只是一個漫畫人物，他更是一個文化上的隱喻，代表了我們在面對巨大無力感的時候，那種渴望被拯救、期待一個完美解答出現的集體潛意識。湯姆漢克斯一開始就帶我們回憶起超人登場時的經典台詞。你聽，光是這幾句話，一個近乎全能、幾乎像神一樣的英雄形象，是不是就立刻浮現在我們腦海中了？這段描述可以說是完美的設定了一個理想英雄的原型。但更有趣的來了，湯姆漢克斯提醒我們，超人真正讓我們佩服的，不只是他有多強大，而是他選擇如何去運用這些力量。他的使命從來不只是阻止一棟快要倒塌的大樓，而是一場更艱難而且永無止境的道德戰鬥，為的是那些看不見摸不着卻至關重要的理想。就在我們還沉浸在這種英雄幻想裡的時候，他話鋒一轉，給了我們一個最清醒的現實衝擊。這句話非常關鍵，他把我們從美好的幻想直接拉回到殘酷的現實，那就是在這個世界上沒有超人會來救我們。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如果沒有天降神兵，那改變世界的力量究竟在哪裡？湯姆漢克斯接下來的論述就是整場演講的核心了。他告訴我們，真正的力量不在天上，而是藏在我們這些平凡人之中。他舉了幾個非常接地氣的例子，像是修好一扇破掉的紗門，充滿愛心的全天候照顧一個孩子，搞懂複雜的物理學，靠着最低工資生存下去，甚至是熬過好幾年的遠距上課，然後順利畢業。這些聽起來很平凡的行為，其實都蘊含着巨大的力量跟韌性。這些才是我們凡人真正擁有的特殊能力，是根植在現實生活中的貨真價實的英雄主義。為了強化這個觀點，湯姆漢克斯分享了一段影帝馬龍白蘭度的小故事。這個故事非常有力，他將我們都是人類這個看似簡單的事實提升到一個更深刻的哲學層次。我們的共同身份，人類，超越了所有標籤，這本身就是一種最強大的力量來源。接下來我們就要重新定義戰場了。如果我們是英雄，那我們的敵人是誰？這場戰鬥的焦點將從那些虛構的大反派轉移到我們在現實世界中必須要面對的真正挑戰。湯姆漢克斯做了一個很棒的對比。他說，我們的對手不是雷克斯·路瑟或洛基這種漫畫反派，我們其實身處在一場綜合格鬥的鐵籠戰裡面，而我們的對手是更抽象的東西，是傲慢，是冷漠，是偏狹。這些概念才是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反派。那這場永無止境的戰鬥，具體要做什麼呢？它不是一次性的事件，而是一種持續不斷的集體努力。這份工作，它要求我們專注，要有毅力，而且缺一不可。最重要的一點是，它永遠沒有完工的一天。在演講中，湯姆漢克斯提到了美國精神這個詞，但我們可以把這個概念延伸解讀成一種普世的公民責任。它的核心精神就是去實踐正直，捍衛自由，並且為所有人促進解放。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最後那4個字，沒有例外。這才是這份精神真正的試金石，也適用於任何一個追求進步的社會。這句話是湯姆·漢克斯在演講中反覆提出的一個靈魂拷問。他把這個問題應用在非常微小的事情上，比方說，謝謝服務生撿起地上的垃圾。他讓我們意識到，這些日常小事其實都是深刻的道德抉擇。如果你不做，那又有誰會來做呢？在我們面對的所有敵人，像是傲慢、偏狹之中，湯姆·漢克斯特別點出了一個最危險的對手。這個敵人可以說是摧毀一個更美好世界的最大威脅。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湯姆·漢斯極其精準地剖析了我們現在所處的資訊戰環境。他說，客觀的真相本身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猛烈攻擊。那些有心人士會用一種偽邏輯和假真誠，把它包裝在“我只是問問看啊，我只是好奇啦”這種看似無辜的語氣底下，來扭曲事實，侵蝕你的判斷力。最終的目的就是讓你再也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跟耳朵。接下來這句話可以說是整場分析的最高潮。他說，真相最大的敵人不是謊言。為什麼？因為謊言我們還可以用更多的真相來對抗它，但是冷漠是連戰場都懶得踏進去。他對真相與謊言之間的鬥爭毫無興趣，而正是這種致命的置身事外，最終會讓謊言不戰而勝。湯姆·漢克斯很清楚地描繪出一個因果鏈，個人的冷漠會一步步導致社會性的崩壞。首先，它會限縮人們的視野，接着，它會使人們感到疲憊和絕望。這種絕望感會為那些憤世嫉俗的野心家和暴君創造出一個權力真空，而最終，所有的公民都會變成像是簽了賣身契的僕人，失去自由。說到這裡，整個分析最終回歸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一個我們每個人，包括正在聽的你，都無法回避的個人選擇。湯姆·漢克斯把人們分成了3類，你可以想象一個圓餅圖。第一種人是那些願意為了所有人的自由而努力的人，第二種人是那些公開反對這麼做的人，而第3種也是最龐大、最關鍵的，就是那些對此冷漠的人。他說，這3種人裡面，只有第一種人是在做事，而另外2種人，不管是主動反對還是被動冷漠，最終的結果都是在礙事。最後，他給出了一個無法改變的公式：責任是我們每個人的，你躲不掉，但是要不要付出努力，是你可以選擇的。然而，真相，也就是我們生而平等、共享自由的權利，這件事本身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那麼這個問題最終就留給了我們每一個人，在這場為了真理、正義和一個更美好未來的永恆戰役當中，你選擇扮演哪一個角色？好，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湯姆·漢特透過超人的比喻告訴我們幾件重要的事：第一，別再等救世主了，我們自己就是力量；第二，真正的超能力是我們日常展現出來的韌性與責任感；第三，我們最大的敵人不是謊言，而是冷漠；最後，責任就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你的選擇決定了未來的樣貌。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一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哦。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